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的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的争议。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7马赫反舰飞弹现在正式的亮相了，如何威慑整个西太平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要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中国大陆这一家民企，它要量产的是7马赫的反舰飞弹。根据了解，反舰飞弹一旦成型的话，西太平洋的飞弹就会进入到了淡海的时代，包括了整个冲绳、西日本跟台海会全面的掉入火圈当中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北京另外启动的限日令，包括了兵棋部本来要举办的演唱会临时被砍卡了，现在被视为是羞辱性啊，中国对日本的羞辱性开到最大。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他一句话要中国大陆放下对日本的历史仇恨，惹怒了中国，新加坡因此被卷入在中日的战火当中。真的吗？黄循财是偏袒日本吗？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今天就这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间的战火，一路现在延烧，不断的狂烧到了军事，甚至到了国际舆论战了。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间公司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民企凌空天行，正是在军事领域，他们推出了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一款飞弹叫做御空己1000。先来看到它的这些基本档案，因为它的基本档案是直接让周边国家背脊发凉。先来看到它的射程是达到了1300公里，速度7马赫，而它的造价根据了解是70万人民币，只有传统飞弹的1/10。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已经完成可以做到量产，而且非常的便宜。另外，在官方发布的模拟画面中，多枚飞弹是直接锁定在日本的名古屋，还有东京周边等等的地区。尽管东京距离中国沿海1600公里，其实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射程，但是根据了解，它还是足以覆盖日本多个地区，从这个美军的基地这边的冲绳，一直到九州4国，还有本州西部，根据了解都是可以做覆盖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这个低价量产的这一款飞弹御空己1000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平洋的飞弹规则？这一款飞弹可以直接对准冲绳美军基地、西太还有台海，对他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甚至有办法威胁到东京吗？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公布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准度是100%的哦，它直接的命中这个目标，而且他说，从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啊，从发射，那我是没有截这个它命中的图，那可是他他特别强调，从发射到命中这2张的过程啊，其实代表都是实际上拍摄的，而不是使用动画啊。那但是其实它最大的效果是，其实它是民间公司产生的，它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国企所产生的啊。那它其实有几个部分，以前我们都谈到这一种高超音速飞弹的话，其实它多半使用的是这种耐热的，无论是陶瓷或者是它的一个耐热的钢板啊。可是它这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凌空天行，它用的是水泥，大家想都没想到，它用的是一个发泡的水泥的材质。那其实它这里也已经告诉我们说，它的也就是拦截的方式啊，到底是如何？也就是它到达了目标区之后，它会自动的打开 Seeker 那寻标器，然后来辨认目标。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它攻击的应该是航空母舰，可是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代表不一定哦。他可能先攻击的是我们讲到的防空指挥舰，一旦防空指挥舰被瘫痪之后，其实航空母舰被命中的可能性更高。那另外，他在这个
CG 里面，它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它可以自动躲避这个威胁。也就是说，它是如何测得说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一个征收范围，这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了。那它为什么可以造价只是过去这一些飞弹的1/10呢？因为它用的都不是我们一般所用的军规的商品，例如说他讲说，他使用汽车用的这些缆线来取代航天级的这个缆线。那另外呢，他使用工业的标准的一个料件，例如说各种的螺丝啊，然后来取代航天的这个部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很类似的一个产品，像东风17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前面就是一个乘波体的一个构型，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东风17。那东风17它的射程可比这个远得多，也就是它的射程在18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那这一个也就是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日本的各个的一个从北海道南到这个与那国，其实通通都是范围之内啊。是，而且它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御空级1000它会有如此的想象？也就是说，其实它采用了非常多这个军用的思维，但是不是军规的产品啊。那它在整个结束之后，它还有彩蛋啊，彩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也就是它其实暗示着它这款飞弹其实对于有关于冲绳、九州4国以及本州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命中的。那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盾很利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到矛的本身它的捍卫能力。那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讲有关于与那国岛的这个03型的这个中程防空飞弹。其实这个防空飞弹它的拦截的距离只有50公里啊。那拦截50公里的话，那这个是现在所使用的03式。可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西南诸岛用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03式的部分，而是有新的一个弹翼的结构。那这种弹翼的改变之后，可以使它的那个转向的半径更小，速度更快。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日本要不断的在改进这些装备。那其实高市早苗就从这些装备里面，他觉得很有底气啊。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一种飞弹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无论是这个御空级1000，或者是东风17，或者是东风16，其实它都完全没有办法拦截。也就代表说，其实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都用断简残篇来进行判断，然后做政治的决策，反而将国家带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场中日的冲突之下，不管是来自于大陆的东风系列的武器，或者是御空级1000，接下来会针对于日本或者对于台海的威胁，其实这一场争议还另外威胁到现在已经整个外溢到不管是军事领域，甚至是在文化商业领域，有几个大型规模的这个文化的商演已经决定要暂停。我们先来看到对于日本的冲击又有哪些，包括了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开场的前一天临时取消，另外还有大龟珍稀的活动也终止了，面包超人还有美少女战士等等见面会、音乐剧等等全部取消，被形容是比当年韩国它部署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引发的限韩令还要更狠、更突然，而且具有这个羞辱性。杨老师怎么看对于日本接下来娱乐产业的威胁？我倒不会说是羞辱性，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形容应该是针对性啊。那它当然，如果日方感觉到羞辱性，这也是可能附带的效果。可是它主要是针对，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发言。那中国大陆这边要采取一些抵制、反制，啊，甚至接下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制裁，我们不知道。目前你看到它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台湾经历过嘛，你搞那个抗中保台，你民调就会高，因为都是民粹化了，那你尤其你在日本现在搞抗中保日，那就是这个概念。
抗中保日里面呢，其实已经没有台湾有事的这个概念了。台湾朋友先不要高兴，因为在整个现在这个叙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只是一种论述，但是高市把所谓的台海有事影响日本国家安全，叫做存亡危机事态，那作为一个连结，而且把它直接讲出来，而且不愿意撤回。虽然在美国川普的敲打之下，他有一点修正，退回原点，但是大家知道嘛？老大哥讲话，你总是要去呼应他。可是老大哥没有叫我们撤回，因此他就坚持不撤回。这种抗中保日的这种情绪其实在日本发酵。我必须要讲，最新的日本经济新闻跟东京电视台，那他们都算是不算比较中间的就是这个媒体立场上没有说偏左偏右。高市现在支持率75%，这已经不是什么小权支持率了，它已经突破小权天花板了。那也问到了有关于台湾有事，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其实就很清楚啊。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可以出兵，支持的认为这个言论合适的55%，不合适的30%。现阶段目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最高点，那接下来会往下掉。接下来你看到的中日之间的冲突，跟经济上的压力，跟后续它的政策上的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个民调的这个影响。那中国大陆这边现在我看到的数据到现在到年底就12月份，大概从中国大陆前往日本的班机总共是5548班其实非常多，已经取消了904班所以将近20%被取消。还是有80%维持的，所以中国大陆也不是全面性的抵制。那像是旅游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些都市就取消。那因为这904班里面，其实大部分前往大阪、东京，所以大阪这边大概团客取消掉50%，这会有冲击。如果持续下去，真的会有冲击。也就是说，日本人可以说你不来，别人可以来，但是这个影响还是会出现的，尤其后面的消费那差别更大。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用外交还是经济上的，还是要用民间的。那我觉得滨崎步他这个没有观众表演到位，这个其实大陆不管是我觉得北京方面跟大陆各方面都看到了，也就会尊敬说有一些日本艺人的这个敬业度，以及很多的日本人，像石破茂，从头到尾每天都在批高市，所以还是有相当多日本人是看得懂，看得清，那也不希望说中日之间走向一直的这种冲突，所以最后就回到高市了。那高市他会不会退？我觉得短时间他不会撤回这个发言，但是不要忘记，明年一整年中美关系会是比较稳定，所以呢，日本可能最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然来自于美国压力。要不然就高市面对到中日之间的民间或经济上的压力，他最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动作出来。是好，一方面高市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刚刚说，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限日令等等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冲突，看起来不是太大，但是接下来恐怕对于日本本来 GDP 成长就已经比较小，可能会陷入负成长，是否又对高市带来另外一波的压力？这个我们要持续的来做观察。不过另外就是有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大家现在在看，就是说新加坡，政治上过去立场不是都一向比较中立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些话？因为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在近期他在这个彭博创新的经济论坛谈到中日关系，他竟然说呢，他说我们已经放下了历史并向前走，东南亚国家已经跟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虽然说花了一些时间，希望中日你们也能够找到方法前进。这一番话似乎暗示中国还是你自己得放下历史成见。话一出引发了大陆网友非常的不满，有人形容他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强烈反感的感受，批评黄循财根本偏袒日方。另外有一篇文章，这个叫做《新加坡为何敢干涉中日的争端》，直接就登上了中国大陆的网站的热搜。那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就帮黄循财做澄清，他说是部分香港媒体故意的曲解，刻意操弄情绪。真的是这样吗？黄循财是否真的偏袒日本，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委员怎么解读？我觉得是大陆的媒体偏袒黄循财。到现在为止，大陆的媒体、大陆的官方
没有一句话说黄循财，提都不提，反而是大陆的民间跟网民对于黄循财大加痛批。其实这个新闻第一个时间出来的话，我就在媒体上大力批判他。为什么？就是不长眼睛，叫做白目，叫脑筋短路。这个话当然很难听啊！哦，一国总理被我说成这样子，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批判他哈。你说忘记2次大战的历史，然后这个要新加坡跟日本往前走，那好啊，新加坡14岁孩子念的中学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2次大战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占领到1945年，短短的3年内，干了什么事儿？教科书写得一清二楚。那你黄循财把这个教科取消啊？那个教科书不像台湾教科书哦，提都不提啊，写得很详细。循财凶，我念给你听。第一个叫肃清大屠杀，他把所有的当时新加坡人口只有50万人，注意到不是现在的人口，当时只有50万人。把所有的男人集中，他们叫检疫，一个个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抗日分子。只要是抗日分子，就送去海边，马上枪杀。总共杀了多少人？有人估计4万人，有人估计5万人。换句话说，我们抓个平均数4.5万人，好不好？就等于杀到新加坡1/10的人口哎，而且全部是男人哎。这个在你新加坡的教科书里面自己写得一清二楚啊。第二个。不只是如此啊，在新加坡大幅度的实施性暴力，包括强制慰安妇，包括冲进最有名的这个新加坡医院叫亚历山大医院，看到所有的伤患，只要认为是在战争中或冲突中受伤，全部枪杀，不管他是平民或者是军人。然后呢，所有的女医师、护士全部轮奸丢到马路上去。当然，轮奸这一段是历史上写的。东京审判书里面有写，新加坡教科书没有写。那你要忘掉过去，你们新加坡整天在教你们孩子这干什么？而且你还把它当作新加坡立国的最重要的故事。说为什么新加坡要立国？为什么新加坡要有军队？那你今天在讲什么？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因为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长江会战、太行山这个游击战，把它拿来当理由，所以禁止滨崎步演出吗？或者禁止日本水产进口吗？禁止日本牛肉进口吗？没有啊！你看，南京大屠杀照常纪念，寿司照常吃，92阅兵、93阅兵纪念什么？纪念所谓的反法西斯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什么80几周年？请问你，北京有叫大家去抵制什么日本餐厅啊？抵制日本旅游吗？没有啊！93大阅兵结束了以后，还不一堆人跑到日本去玩？10月黄金假期还不一堆人跑去玩？中国大陆没有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啊！中国大陆跟你们新加坡一样啊，就搁置不提嘛。正常交往嘛。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愤怒在哪里？你黄循财根本没有搞清楚，这跟过去的历史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很简单嘛，中国大陆说我要收回台湾，台湾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今天刚好开罗宣言的80几周年，是这个我要收回，和平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你日本要插一手你日本战败国把土地还回来给我以后，你现在要插一手那你还在与那国岛、石垣岛，还叫你的防卫大臣去那边看看你们的武力设施，那边装的导弹可以打到什么地方？可以打到上海。请问你什么意思？中国人不愤怒吗？你说你要介入什么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第一个，只要宣布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所有的防空反舰导弹全部启动。第二个，它的神盾舰在横须贺、在佐世保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全部出海，进入战斗状态。它的反潜机立刻在台湾海峡、在巴士海峡、在宫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布下反潜线。最后一个封锁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
请问你，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啊？我没有冤枉你哦。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要干这个事情啊。那中国会怎么想？你该还我的东西，现在不还我还要插手啊？那是准备2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样子嘛？是啊，所以敌国条款就出来了，联合国敌国条款就写这些事情啊。你战败国该履行的东西你不履行，我就有权利打你啊。那更扯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反应还蛮温和的。你看这2天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高市长嘛只稍微退了一点点，中国那个反日气氛就开始下降了。我一点都不冤枉中国大陆啊！你们日本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是逼到墙角。你不是还在韩国啊？高市长们还跟习近平讲，我们要战略互惠。你用这种方式战略互惠啊？那你不是整整打习近平跟中国一个大耳光吗？都还要我解释吗？那你黄启仁讲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搞不清楚状况，堂堂一个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总理给人家的印象中非常精明，处理问题啊，像这个快刀斩乱麻，都很精准。你完全搞错了问题啊！那你新加坡海峡时报，那当然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报纸嘛。你说批评香港，港媒批评你啊，或者台湾我们这几个人批评你啊，也不会伤到1毛。你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还叫海峡时报出来洗地，那当然香港的媒体更愤怒，可大陆的媒体静悄悄的，静悄悄的。哎，大陆你好人不要做那样地步，好不好？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这一场空战海战即将开打了吗？今天我们特别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委内瑞拉的领空全部给关闭掉。另外，他也大幅度的派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或者是 F-35在周边压境。现在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奏。正式要开打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是委内瑞拉，它也不是软柿子，在它的周边部署了5000枚的遏制防空飞弹，再加上俄罗斯的苏30，能够这样子就挡得住美军吗？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加码武器给委内瑞拉呢？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的是美军封锁也拦不住因为委内瑞拉它的运毒快艇仍然是照样的跑，一趟只要完成了这个交易，可以获得10万美元，所以有很多的毒枭仍然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持续的做生意，美军根本拦不住他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29号最新发言，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人口贩子，请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周边空域都把它视为是全面的关闭，是要真的开战了吗？另外，美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搭载了 F-35，完成了部署。另外，还有2万名的美军全部都已经来到委内瑞拉的周边了。大家就在看说，立刻联想到当时2011年，美国也曾经宣布要禁航区，然后他就推翻了利比亚的格达费，这个被视为是先前设立禁航区的一个最新的开始。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这时候说要关闭委内瑞拉的领空，代表地面战马上展开了吗？是要复制当时特别提到的2011年美国推翻利比亚格达费的模式吗？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开打是一定开打，但是所谓的地面战，到底是用空军轰炸、用导弹轰炸，还是直接的派部队？可能都有，但主要还是空军轰炸，因为利比亚当时就是用空军在轰炸的，就是斩首行动。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会做因为他有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毒品这当然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但最重要拉下马杜罗。然后第二个，这个警告所有的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左派政权，包括哥伦比亚，还有很可能洪都拉斯要选出来的也是左派，那巴西更是左派，所以你看巴西这2天都静悄悄了，不敢吭声，
哥伦比亚就不再吭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想要这个恫吓左派政权啊，那个只有那个阿根廷那是右派政权，他很喜欢啊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警告所有跟中国跟俄罗斯太过亲近的政权，就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我不容许中国跟俄罗斯未经我同意啊来这边做有的没有，包括“一带一路”啊，这是。那委内瑞拉有没有能力因为5000枚2次防空导弹，还有加苏30就挡得住美军？那是不可能的事，挡都挡不住。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就是委内瑞拉的军事领导阶层愿不愿意护着马杜罗到了可能被消灭的地步？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他们跟马杜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么事？对呀，所以他只要知道说不会去伤害委内瑞拉军队的利益，然后只是要把马杜罗换下来，换上亲美的政权。这个讯息很清楚，所以这些军官呢做样子是真的会誓死跟美军打，不会，美军也没有要打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先区隔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战争会变成什么全民战争啦、越南战争啦，哎呀，那个距离太远。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也没那个行情，不客气讲也没那个行情，他的行情只是比赖清德在台湾好一点而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认为这个委内瑞拉根本挡不住川普这个攻势这个距离差距太大了，太大了。好，美国要透过打委内瑞拉来控制住不管是亲中或者亲俄的政权。那确实，委内瑞拉现在马杜罗是立刻赶快用上了遏制的武器。我们要来看到这一场武器上面的对决，到底悬殊有多大？委内瑞拉来看到它部署了超过5000枚的遏制真 S 的防空飞弹，在它的山区跟城镇构成这个多层的防空火网。另外在空中还有包括了这个真 S，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款飞弹嘛，射程6000公尺，采的是红外线的导引，主要能够防的就是低空的攻击，被视为对于美军很明确的一个警告讯号了。另外呢，美国还派出了另外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战机苏30进驻加勒比海，美军南方侦察的特战行动也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来出没。那美国更是增派2500名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的装备。虽然说知道他不可能打赢，但是这些遏制武器能够稍微挡住川普发起的进攻吗？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武器给委内瑞拉？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都谈到的就是这个真 S 的这种防空飞弹，这种就是人吸式的防空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它所使用的刺针防空飞弹的俄罗斯版，那它的拦截的距离呢不远，就是6公里。那但是呢，它有5000枚，这个数量就很可怕了。它如果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不可怕。可是它如果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话，那我们这样讲那以这个战斗机如果遇到这种飞弹的话，实际上来讲，它就是啪啪打这个火焰弹而已。可是火焰弹也会打完的，打完之后就其实反制的方式就很有限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看他如何的战术运用才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苏凯30如果对上的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F-35的这一种逆中战机的话，基本上没得交换率的。那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同世代的一个产品那不同世代的战机其实就几乎等于没有交换率。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中间透出很多诡异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直接的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讲说，关闭领空，其实关闭领空的意义也就等于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交战状态，而且他的关闭领空并没有这一个安理会的授权，是他自己就这样说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新闻报道那个也就是路透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一件事然后他们去把这个问题，也就是关闭领空的问题，拿去问这个五角大厦不回应，所以这件事情透露的古怪的部分，也就是川普到底又是
晚上睡觉，然后突然一时兴起就关闭了，还是他跟他的国安团队有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呢？不过我们之前看过这一张图啊，这张图也就是当初宣布了，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那到明年的3月31号，他把这一块区域其实实际上是关闭的。那这关闭呢，他说他要做各种的军演。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节目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行动？果然啊，现在已经有媒体爬梳出来，就是按照美国军方的文件的话，其实美国军方预定在这个加勒比海啊待到2028年。他们是透过所有的这一个相关的国防部合约，也就是购买这些副食类，也就是官兵总是要吃饭的嘛，那买的这一些食材。他的合约其实是到2028年，那也就是在川普任期结束前呢，那他们都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存在。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啊，那但是他的舰艇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其实他现在舰艇状态，我们看到这张图啊，是是11月28号，也就是罗德代堡号船坞。运输舰，它其实并不在加勒比海接近委内瑞拉的一侧，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其实位置在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这里进行整补。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虽然大家都认为海军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可以透过海上的这个无论是高线传递，然后进行整补，或者是海上加油。但是真正最容易整补的，而且对于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的话，它需要的是靠港，因为如果靠这个高线在那边传递的话，其实花的时间非常多，那而且可能会受到干扰。那我们讲到这些啊，现在川普一心一意的，他就是拿一些理由，也就是拿这个是不是他们现在直接的用军事企图的方式。可是我们之前啊。已经看到，无论是洛杉矶时报，现在又多了这一个华盛顿邮报，都不断的提出质疑，说这个方式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好，这个军事企图的方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但另外一方面，能不能真的对于这个打击毒贩有效呢？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效的。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委内瑞拉的这个运毒快艇仍然确实是照跑不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也揭露了说，这些快艇啊有一些特征，包括了长度大约是40英尺，然后它们是由玻璃纤维打造的，而且还有超大的马力发动机。现在呢，不断在几个重要的地点，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还有委内瑞拉海岸线上运送价值7000万美元的毒品货物，一趟成功能够赚进10万美元，难怪这些毒贩持续在美国眼皮子底下继续赚钱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委内瑞拉所做的军事上的这些集结、训练，甚至封锁，多半大部分其实蔡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从比较是战略的角度，或者是整个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它其实在防止整个区域在向左转，希望你能够就是维持偏向美国、亲近美国。那更进一步呢，希望去排挤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对美国影响力的渗透。那我们看到洪都拉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结果是中间偏右川普支持那个候选人取得领先。也就是当他在对委内瑞拉做封锁的讯息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洪都拉斯的选民也接受到那个讯息。那现任的执政党是中间偏左的，那结果他的3个候选人里面得票率最低。那这是川普的用意。但是我也觉得，如主持人所问的，反毒这个议题是不是真的也是他在针对委内瑞拉行动当中一个诉求？我觉得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表面上是这么讲。对，主轴是不是维持这个如此？其实对他而言不矛盾，因为川普上来的时候2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第一个，对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过程当中，他其实增加了一个芬太尼的议题。对，那芬太尼议题跟中国大陆无关，因为中国大陆这是出口原料，
那是你自己这个贩毒集团的这种运用。但是后来你看11月釜山会议的时候，中美在芬太尼上面有一个合作的空间，也就是中国大陆对原料出口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限制跟管制。所以这个是它针对毒品在美国的泛滥。毒品在美国的泛滥的程度，我就不需要多讲了。哦，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看到搬一个家，你随便那个厨房底下的柜子一打开，先搬进去，通通都是一些毒品吸毒的一些用具，哦，司空见惯。那然后呢，2月份的时候，Rubio 美国国务卿又把一些国外的贩毒团体列为叫恐怖组织。这个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他在法律上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以及跟外国的合作或者是施压就不一样了。那以前贩毒团体是针对你看有那个 DEA 就美国的这个反毒的这个组织。那至于美国内部的这个帮派，像是内部的拉美王国 MS-13，就是拉美王国是南美洲，然后 MS-13是中美洲。那太阳集团这个是委内瑞拉的集团。哥伦比亚也都是，所以他从陆路还是海运过来的这些毒品其实真的是一本万利是没有错。那他对于这些委内瑞拉的毒品的这种反制那当然会不会因此造成美国毒品的这种就是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毒品这个问题在美国真的是春风吹又生啊。对，你再怎么弄，其实还是有市场，因为那个市场需求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看看他接下来会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果马杜罗愿意承诺在毒品上做限制的话，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有个下台阶。否则的话，他还是会采取一些行动去针对委内瑞拉。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南亚局势这个中国大陆、巴基斯坦跟孟加拉3线包围，印度现在陷入在体系化的威胁死局当中。来看到的是南亚的战略风向出现近半世纪以来最激烈的转折。印度本来很骄傲，因为呢它的西线可以把这个巴基斯坦给压住，那么它的东线又可以控制住孟加拉，有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平衡。但是现在因为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的联手，是把它的这个战略平衡给打爆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亚洲防务安全的最新的一个报道，他说孟加拉首次派遣了他的战斗机的飞行员跟他的技术官员都前往巴基斯坦接受这种高等级的战斗飞行的训练。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我们来看到的是等于是巴孟之间2国半世纪以来的军事隔阂首次被打破了。孟加拉等于也加入了大陆它的枭龙跟歼10C 的体系当中，让印度陷入在困境当中。那么他苦心经营的战略平衡也正式的宣告了失败。那确实不止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我们来看到孟加拉确实他把这个资金也拿出来了，耗资22亿美元购买了20架的歼10C 以及它的枭龙战机。中俄确实在过去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起来，但是印度用遏制的武器挑战中系，会不会被打爆呢？莫迪有办法化解这一次的3面危机的包围吗？委员又怎么看？谈不上危机啊，但是困扰会很多啦。因为毕竟巴基斯坦加上孟加拉2个国家的国力加起来还没有印度来的大。所以说要造成印度的危机，这可能性不大。但是印度要像以前一样压制孟加拉跟巴基斯坦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这机会不只是军事上的，当你孟加拉的开始提升它的空军啊军队的战斗水平，而且主动找上巴基斯坦政府来帮忙训练军队，而且跟巴基斯坦买枭龙战机。这本身就已经开启了巴基斯坦跟孟加拉东西2个国家的合作，而且这2个国家本来在1971年以前是同一个国家，因为他们2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在宗教上跟印度本身是对立的，再加上在民族上，他们这2个其实都不是印度族的。怎么说？巴基斯坦主要是比较靠近血统上比较靠近伊朗，然后孟加拉的血统上反而比较靠近东南亚，比较靠近缅甸，
所以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在血缘啊、语言啊，然后在这个宗教啊都不同，那你是比较宗教相同，比较容易合作嘛。当时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啊，坦白讲是巴基斯坦自己搞出来的事情，因为当时巴基斯坦是什么？不是民主国家，是军政府统治，军人出来不准选举，然后是占领了政权。那一段时间里面是巴基斯坦自己是黑暗时代。那孟加拉呢，在最后一次选举的时候，孟加拉的人呢，竟然在巴基斯坦的国会里面取得大多数。孟加拉人领导的政党哦，结果那个什么，巴基斯坦军政府跟巴基斯坦人呢不认账。好，那这种事你不是宪法写得很清楚吗？我即使我是孟加拉人，我选赢了，而且是连你那个巴基斯坦那一边的人也都支持我啊，所以我才选得赢啊。那选得总理就该我当啦，就他们拒绝承认，要取消这个当选资格。那所以逼得孟加拉人，原来叫做东巴基斯坦人，就开始什么呀？起义、革命，开始独立。你既然不承认我有这个权利，那表示我不是你的公民嘛。那后来就产生了一番的战争，然后印度介入帮助孟加拉，然后这个击败了这个巴基斯坦。所以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一行梁子在这里面。那孟加拉一开始的时候跟那个印度就变得很好，可是后来孟加拉久了以后，他觉得跟印度关系好的人哦，就在孟加拉占了太大的便宜了，所以啊，就某种程度就开始反省。经过1971年到现在，少说50几年了，所以年轻一代的孟加拉人不愿意屈服于印度政权之下，就开始反思。那现在巴基斯坦呢，我们的远亲啊，他现在也不是军事政权啦，那我们也是民主政府，他民主政府，我们可以合作啦，就开始合作。这当然后面最大的影响力是中国崛起了，对，因为中国崛起能够提供这个巴基斯坦跟孟加拉“一带一路”的好处，再加强他们的军备，他们比较不害怕印度的军事力量了。而何况这一次，巴基斯坦又把印度打挂了，哇，那这个孟加拉更有底气了。所以年轻一代更有底气了，所以现在处于这样的过渡阶段，所以当然这两个国家力量还没有办法跟印度对抗，但是印度要压制这两个国家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看到印度现在面临的威胁，包括来自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跟中国大陆一起做合作的威胁。所以呢，印度方面莫迪呀，现在急着找救兵。两个国家今天一起来看，第一个国家就是他直接开口找了俄罗斯，因为刚好普丁本周呢也要访问俄罗斯嘛，所以他就直接要开口做采购了。他跟普丁会进行的这一场峰会采购的是Su-57的隐形战机，还有S-500的飞弹防御系统。另外，除了找俄罗斯帮忙之外，也找上了法国。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呢，印法即将会在新德里一起来生产这种精密的这个对空的导弹，60%的零件还会在印度当地来负责生产，并且做在航太 AI 跟光电导航等等技术都会做全面的一个转移。但是现在大家也在看说，印度的问题真的不是它缺乏什么武器，而是它这个整个武器体系化的这个崩坏。还记得当时的那场印巴空战吗？印度的标风战机等于被中国的武器给压着打。现在看说问题也不是出在标风，而是印度它整个武器系统的整合上面是有问题的。会不会这一回又重演悲剧？舰长怎么看？星期四啊，那个普丁即将到访印度，然后进行国事访问。那一般我们大家现在所得到的这个新闻报道，也就是他要买那个，就是印度要对这个俄罗斯采购苏凯57以及 S-500防空飞弹这两种啊。其实，在上一次啊，按照川普总统的讲法啊，不是天涯6-0哦，是天涯8-0哦。那也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创下了这个辉煌的战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印度他也想要改变，他就向法国要求提出 source code， 也就是我只有了原始码，我才能够建构这一个data link。那但是呢，
很抱歉，法国不给。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是我不但给你 data link， 我不但给你 source code， 我还卖你苏凯57。那这一次，他如果连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接战范围达到600公里，那射高可以达到180公里到200公里的这一个 S-500防空飞弹的话，那其实它也达到了一个俄罗斯的体系化的一个结构啊。那这个也就是其实是印度所想要的，但是呢，印度本身啊，它可以不断的买啊，它要自己进行研发，也就是说，它要从这个法国获得这一个战锤精密的一个空对地的这一个导弹的这一个合约里面，它要未来有关于航太 AI、光电导航技术转移，那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从光辉战机上面看到了，你不断的跟美国要买这个404的发动机，结果美国只给你4具，可是你买的是上百具啊，那也就是你根本没有一种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你缺乏这种能力的话，对不起，你再怎么买都是外购。你的光辉战机也不过就是一个印度壳子的美国战机而已。那美国直接拿发动机卡你的脖子啊！那之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印度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善意其实是有顾虑的，因为他顾忌到美国。可是美国现在对于俄罗斯呢，对于印度呢，其实课那么高的关税，两国几乎根本就跟闹翻一样。所以现在既然普丁愿意卖，那当然对于他急于想要建立这个体系化建军的话，他立刻就要买。好，一方面是这个印度直接找上俄罗斯跟法国，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武器的军备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武器的源头是稀土嘛。现在印度也说他要自己来做，他不要再靠中国大陆了。所以莫迪最新宣布高调，他投入了728亿卢比要发展他的这个稀土产业链。但大家知道，90%的稀土加工还是都在大陆。印度虽然有全球第3大稀土出量，但是做得起来吗？杨老师怎么看？他讲的第3大稀土储存量哈，那我们实际上去看它到底多少，因为大概现在估计全球稀土的储藏量大概在9000万到1.3亿吨之间。那中国大陆其实已经确认至少有4400吨，所以大概如果用9000的话，可以占47%。那排名第2是巴西，是中国大陆的一半，2100吨万吨。那印度是第3。大概就是690哈，所以跟中国大陆在储藏量其实是有一段差距。而这个储藏量到底是轻稀土还是重稀土，很多人都没有在做区分。其实大部分都是轻稀土。那至于它的生产量，它只占1%到目前为止，而且大部分不是永久这个磁铁啊，在轻稀土的项目比较多。稀土有17个不同的元素，加锗不是稀土哦，加锗地。它这些是稀有金属，但它不是稀土。这10个的就是元素当中呢，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占了绝大部分的储藏、制造。那制造大概重稀土占99%以上，轻稀土有70%到80%。所以印度大概只有1%，它现在是7年希望能够提升到6000吨的这个产量。那可是呢？预计到2030年，在永久磁铁上面比现在多1倍，比现在多1倍的最多只能达到了2%啊，所以这个媒体下标题就是说会这个脱离中国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印度的自己都不敢这样的期待，只不过是增加它在这方面的这个规划。那是不是接下来在过程当中，它能够去发展出自己的制造的技术制程，然后呢，逐步的在一些永久磁铁减少对中国大陆进口的依赖，这个是它的发展的目标。不过同时，现在全球各国也在研究，就是稀土以外的这些材料的使用，能够同样在现在的这种前沿跟先进的这些工业制造当中取代稀土。不过目前都还是楼梯响而已。对，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
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今天我们会持续关心到是俄乌战争的后续哦。这个俄罗斯啊，近期夜袭出动了600架的它的这个无人机跟它的飞弹狂轰乌克兰。另外一方面，美国真的很不可靠，它伸手是否要分战后的这一块大饼呢？因为现在根据了解，川普的女婿已经入局密会的是普丁的心腹，俄乌战争变成了一场能源的分赃谈判战争。等一下，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做关心。现在呢，最新消息，俄罗斯锁定的乌克兰在这几天发动了，一共是出动了600架的无人机，它跟它的飞弹晚间狂炸乌克兰，造成了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伤亡数字当然还在持续的增加统计当中。根据了解，基辅一度有超过60万居民因此陷入在停电当中，数十栋的民宅都因此被炸毁了。乌克兰也有反制动作，派出他们被称为海上宝贝的这个无人水面艇，直接轰炸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的这个油轮，造成的这个油轮是被烧起来，那么水面上也都是可以看到大火。乌军说了，这2艘油轮运输价值高达了7000万美元的一个石油被乌军给打下来。好，再来就是看到的是美国老大哥是否真的对于乌克兰来说实在是太不可靠了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美国跟乌克兰在最新周日的时候已经密会了，有进展。华府说的，双方确实是有进展，但是针对于停火，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突破。那么美方见完乌克兰之后，在周一，也就是今天会正式的去前往到莫斯科来进行新一轮的磋商谈判。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不是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的这些交易，而是在秘密的交易，在迈阿密的这个豪宅当中有一场暗示的交易。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及普丁他的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3人曾经密会去草拟了这个和平计划。计划的重点已经谈的不是在于说乌克兰是否可以这个享有和平协议、和平的计划，而是在于美企跟俄罗斯之间如何瓜分在乌克兰的能源跟它的矿产的大饼。那么这边也特别报道说，美国你不要再拿贪腐当借口把乌克兰给丢包了。来自于《卫报》也特别说，现在欧洲国家认为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早就已经敲响了丧钟。节目一开始来特别关心到这一场轰炸，来自于俄罗斯600架无人机是战术升级，还是莫斯科在谈判前加码威吓普丁，想要逼谁跪下？院长怎么看？他这600架呢，又是创新高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他直接要告诉泽伦斯基 ，You have no car。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防空系统。那这个防空系统未必是防空飞弹啊，一般的火炮或者是雷射其实都没有。那你如果用飞弹的话，那你不过是上士对下士，花很多钱而已。那而且呢，现在对于普丁来讲，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就是能够往前推进多少，然后就是多少。那他占领的土地越多，在谈判桌上他越有底气，而且他就是准备白天你要接战，晚上你要应付无人机，准备打垮这个乌克兰它的一个抗敌意志啊。那至于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影子船队啊，其实影子船队呢这个部分呢，也就是现在美国非常多的智库很喜欢创造新名词啊。那这个影子船队是什么？其实以前就有，那它其实是由影子船所构成的。影子船也就是破旧不堪，然后它在已经快要太除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一些大家不愿意涉足的这一个制裁国家所提供的那个服务啊，也就是大家不愿意帮俄罗斯运油，他就来运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影子船队就是如此。那这个影子船队这个油，它是按照乌克兰的讲法啊，它这个油轮的那个里面的燃油达到了7000万美元的一个石油。对不起，对于俄罗斯来讲，油就是抽就是了嘛。
不断的把油打起来，只要有船愿意运出去就是了。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俄罗斯一点也不在意，因为这些船它原来也就不在乎了。但是这个无人机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因为无人机我们大家都认为它要用一个非常怎么样了不起的一个载具吗？不是，它直接用美国皮卡就可以直接的起飞了，它不用弹射，它只要开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天竺葵2号，它就可以直接起飞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天竺葵2号以及未来研发的3号呢，它现在它只攻击的也就是乌克兰的部分，未来它会接战的范围其实包含了一海之隔的英国都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哦，其实那个有关于无人机的反制才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如果看一下现在，其实俄罗斯讲到的这4个州啊，除了我们看到卢甘斯克之外，其他的3州并不是100%打下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有关于为什么俄罗斯它不断的使用这无人机夜袭，真正的目的就是打垮你的意志，打垮你的前线，然后让他在谈判桌上获胜。好，我们看到俄罗斯一方面持续的夜袭，那乌克兰奋力接战，但是他背后的老大哥，美国老大哥有没有要帮乌克兰呢？因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川普的特使，还有川普的女婿跟普丁的心腹，他们密会，在谈的是战后利益，是不是乌克兰被当成了谈判的筹码？委员怎么看？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哈，我认为这个川普是在最后的阶段，要帮乌克兰活下来。因为乌克兰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阶段，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如此。尤其是泽伦斯基跟他的幕僚长涉及这么大的贪污案，已经对前线乌克兰的军队造成心理上强大的冲击。你可以看乌克兰的军队打得有点的心不甘情不愿了，要打不打的样子。这几天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们又不敢投降，因为投降了以后，薪水啊、抚恤金啊，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而且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样战争也没希望啦。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乌克兰濒临全面崩溃，只剩下一点，就是俄罗斯要不要对基辅，就像美国对当年的东京进行东京大轰炸？俄罗斯到目前没有啊。俄罗斯那个无人机啊，就是打一打什么发电厂啊、车站啊等等。没有那种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对基辅进行像东京大轰炸一样的做法？很有能力的，但他为什么不做？因为俄罗斯始终把它当做一个内战跟外战中间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所以他也没有像在打那种跟那个德国2次大战这种打法，走到哪里烧到哪里，没有这种做法啊！而且看到乌克兰老百姓还那请你避开，我要打仗了。还是这种，他把它当作内战在打，非常像国共内战。那这种打法，基辅当然可以撑得久一点啦。你看到现在为止，基辅的总统府没被打，国会没被打，国防部曾经被打过一次，军事情报局被打过一次，外交部没被打过，经济部都没被打过，这哪像是这种国与国的战争？完全不像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是表示俄罗斯也没有希望乌克兰全面崩溃，好，至少在军事上崩溃，不要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乱哦。那在这样美俄有默契，俄罗斯要美国什么？我要正常化，我要跟欧美世界正常化、正常交往啊。那他已经答应他进入 G7 啦，然后俄罗斯要给美国什么？就像讲国际政治就是个交易嘛，就说好，乌东的矿产你美国分一点。乌西的资源，你美国分一点，那美国也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啊！我花最多钱，我总该拿一点回来吧？不要，如果等到乌克兰全面溃败，我搞不好1毛钱都拿不到。那时候俄罗斯已经不跟我谈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介入，我客观的来讲，不是什么出卖乌克兰，而不是什么抛弃乌克兰，因为你乌克兰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现在在乌克兰守住
最后一点点资源，那尊严就不重要了。好，确实哦，所以现在看到泽伦斯基他是面临内外交迫，尤其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了嘛，内部还有这个贪腐案。那最新的这个贪腐案是这个泽伦斯基他最信任的核心幕僚长，也是美国谈判他的首席的代表，这个是叶尔马克被指涉贪31亿，已经火速的请辞了。接下来乌克兰拿什么上谈判桌？杨老师，我赞成蔡委员刚才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整个俄乌战争的发生起源其实最早开始就是北约不断的东扩，然后进入到乌克兰的时代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影响乌克兰，那尤其是乌西人民要排挤乌东。那在这个之前，其实乌西乌东其实相处还不错，那总统轮流做。可是你从04、08到14，终于把这个乌东选出来的合法的亚努科维奇总统给拉下台。那对俄罗斯而言，就等于是你要拿下整个乌克兰。那可是呢，现在俄罗斯就说，那我只拿乌东，乌西还是你维持的。因为俄罗斯我知道，他如果连乌西都拿下来，那北约就可能就会反弹，一样的这个道理。那可是过程当中，